嗨，我是阿当。三星前几天呢 ，S2 Ultra 这款旗舰级的手机呢正式开卖了，相信大家呢已经陆续的到手在玩了，也应该呢有不少手上呢可能是 S23或是 S20系列的人正在观望自己呢该不该升级，或者呢有没有必要升级。今天呢我们就先来比较一下 S24 Ultra 还有 S2 Ultra 这两款呢究竟有什么差异。那到底值不值得升级呢？有人你也会说呢，不顺便比较一下 S23 Ultra 吗？那因为呢，我手上呢没有 S23 Ultra， 再加上呢，我认为 S23 Ultra 跟 S2 Ultra 这两款呢，已经是隔代的旗舰机型了，基本上规格跟功能呢都有相当显著的这个差异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手上呢现在是 S23 Ultra 的话呢，原则上我认为预算没问题的话呢，直接升级 S2 Ultra 绝对呢是非常有感的。至于 S24 Ultra 跟 S2 Ultra 这边呢，这边就带大家快速来比较一下这两只的差异。首先是规格的部分，我们直接呢来看一下表格。从规格来看呢，有几个不同的地方。第一个呢是处理器的部分。包括 S5 Ultra 在内呢 ，S5 全系列呢都是采用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处理器，比起前一代呢，除了效能更好之外呢，续航也更好。第二个呢是镜头的部分，主要最大差异呢在超广角镜头，从原本的1200万像素呢升级到5000万像素，光圈呢也从 f2.2 呢升级到 f1.9， 拍摄广角的部分呢算是很有感的升级。不过呢，有很多人在 S5 Ultra 发表之后呢，一直很疑惑，那 S5 Ultra 的这个拍摄成像，除了超广角镜头之外呢，不是都一模一样吗？我们今天讲一下理论。拍摄成像最大关联当然是镜头规格，不过其二呢，处理器这个能力呢也会影响蛮多的。因此呢，在处理器更强的情况下呢，拍摄成像当然也应该会有对应的进步差异。至于差异多少呢？我们后面呢再来给大家比较一下。第三个差异呢，就是外观上呢有些微这个变化，萤幕尺寸呢从 6.8 升级到 6.9 寸。主要是在边框上的设计呢，又小了 15% 左右。整体的这个重量呢，也从232克呢，有些微这个降低，变成218克。不过厚度也从原本的 8.6 变成 8.2。拿在手上的这个体感呢，我觉得算是蛮明显的。原本的四边方角，侧边是圆弧，那 S Ultra 呢是反过来变成了四边圆弧，侧边方角。不过我自己测试下来呢 ，S2 Ultra 呢还可以直接相容 S24 Ultra 的这个保护壳，因为主要只是差在这个厚度啦，那以及上方有一颗降噪麦克风呢，位置有一点点不同，可能会被阻挡。基本上呢，还是可以相容使用的。第四点呢，就是 S Pen 有一点点不一样了。在 S20 Ultra 往前的这个 S Pen 呢，原本有支援蓝牙远端以及手势控制这个功能，在 S25 Ultra 上呢被移除啦。虽然呢稍稍的可惜了一点，不过 S Pen 这个书写绘画细致度呢，仍然是非常的强大的。同样具有 0.7 mm 的这个笔芯，以及支援4096级感压灵敏度。最后一个差异呢，就是 Galaxy AI 的这个功能呢又在进化啦。目前有部分新的 Galaxy AI 的功能呢，是在 S20 Ultra 上面是没有的。不过这个部分呢，我自己猜测之后 S20 Ultra 更新呢就会跟上。我后续呢也会再拍摄一支影片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 Galaxy AI 呢有哪些实用而且强大的这个功能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来比较一下有关于拍摄成像这个部分，究竟在这个镜头规格相同的情况下呢，处理器这个效能呢究竟会影响多少？我这边呢直接用全暗的这个环境，再控制灯这个亮度来进行拍摄。为了让测试条件呢完全一致，我直接呢在室内测试亮度呢是透过摄影灯来控制的，分别呢测试了全暗开启夜间模式，然后1%、10%、50%以及100%这个亮度下 ，S20 Ultra 跟 S2 Ultra 呢拍起来呢究竟有没有差异？直接我们来看看结果。首先是室内全暗的情况下，只开启夜间模式，先来看看两者直接比较。S25 Ultra 的这个白平衡呢，明显呢比 S20 Ultra 处理的更好，画质的部分呢，我们放大100%来看，可以看到 S2 Ultra 这个噪点明显也比 S20 Ultra 低。再来，我们把亮度调到1%，可以看到呢，同样呢 S2 Ultra 的白片呢也更好。那放大后来看 ，S2 Ultra 这个噪点呢，同样还是比 S20 Ultra 低。再来是亮度10%，我们一样放大，亮度50%，一样再放大，可以看到呢都是一样的结果。那 S2 Ultra 在白片的处理呢，以及画质呢都是略胜一筹的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光源100%亮度的情况下的这个对比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大100%来看，似乎呢是比对不出噪点这个差异。毕竟呢光源足够呢，真的不容易有差异。我们直接呢再放大到200%来看，可以看到呢 S2 Ultra 的这个噪点呢还是更低一点，画质呢明显更好。就相机镜头的部分呢，虽然采用同样的规格，但确实呢在处理器效能的差异下呢 ，S2 Ultra 这个相机拍摄呢出来的成果还是有所提升。相机提升的幅度呢，我觉得大约就是在5%左右。
如果没有要放大比较细节的话呢，我觉得在手机上看呢，应该只会感觉到呢白平衡处理的不一样，确实呢是有进步。另外就是 Galaxy AI 功能的这个差异，这个部分呢我会另外再跟大家分享。整体来说呢，我认为如果你手上目前是 S23 Ultra 或是往前的这个型号，今年如果你想要入手 S2 Ultra 的话呢，绝对是非常有感的升级。至于 S24 Ultra 这个朋友呢，倒是不一定急着升级啦，也可以等看看呢 S20 Ultra 呢是不是会更新到全新的 Galaxy AI， 那这样呢应该就可以直接做的 S26 系列就好。当然呢，如果你本来呢就是代换的人，那 S20 Ultra 升级到 S5 Ultra 呢，还是有感提升的，效能更好，续航更好，拍摄呢微提升，手感呢则是两款不同。不急的话呢，去实体门市呢先摸看看；急的话就网络先手刀下单啦。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啦。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不是拍电影阿浪哥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